就是错了，没有理由。云中郡的规矩，何时轮到动用私刑？陛下明鉴，楚将军死的冤枉啊！我等实在是无法出这口恶气啊！将军受死！是他害死了楚将军，怎会甘愿受罚？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？谢燕来，当着云中郡的百姓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曾真的想过害我阿爹？殿下，万万不可轻信于他呀！他是谢家人呐！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，谢燕来先是楚家军，然后才是谢家人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父亲究竟因何而死吗？那今日便说个明白。俊一，将军所中之毒，名唤千金染血饮，乃是数种毒物炼制而成。此毒短时间内使人血脉流速提升，肌肤爆发力激增，甚至可让濒死之人回光返照。3年前，界河大战，将军身中弩箭，军医束手无策。我亲眼看着将军吐血不止，是阿九的丹药，生生把将军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我们原以为此药乃是救命稻草，可是谁能想到，竟是饮鸩止渴。但那日若是没有此药，将军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。误会他了吗？宝剑，此战我定拼死取胜。谢燕来听令。末将在。去了，别死。这不是军令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末将遵命。断肠口至残烧，心一照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走古道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疤痕一扫，烛火消。出发！
宁愿守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煎熬。浮游于东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血如药，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只见冲破天崩一刀，让这万世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报，苏木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，中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望城大捷，整个主大破数目贼寇。望城大捷，整个主大破数目贼寇。望城大捷，整个主大破数目贼寇。望城大捷，主大破数贼寇。阿唐娘子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长公子怎么突然去边关啊？这件事在我心中憋了很久，今日也是终于能说了。你们可知，当满楚都都在骂我叔父主将不利、未战不前的时候，长公主在做什么吗？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她早已千里奔袭，直取望城，大破朔漠军。大破朔漠军，这就是我处事
救国护民，不去骂民奸险，我们不说，我们只做。不行，这次必须说。从前有人骂楚将军，你们都忍了。如今长公主立下如此大功，岂能再默默无闻？阿唐，开楚元宴，下帖子，让满楚都的人都来夸长公主殿下。也让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好好看看长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人物。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写贺表。你什么情况啊？写贺表啊？写贺表是啊，快走。我的长公主，你不争虚名，但该你的荣耀，一分都少不了。马昭，他又坏了我的计划。此战过后，朔漠王那边战死2500余人，剩余残兵想要通过萧南郡返回朔漠。既然他们战败，那些朔漠残兵就不要回去了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杀光所有残余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朝廷不是要查吗？那便让他们查个死无对证。若朔漠王知道是我们的人下的手，死人不会告密，溃兵也未必能活着逃回朔漠。就算有漏网之鱼，谁又能证明是我们动的手呢？是。马昭啊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，那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。公子，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，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。其实这些都是事实，丝毫没有夸大。确实是他带兵击溃了朔漠军，解救了望城百姓，如此大功，也该路不非劫。这样也可以安抚民心，让国朝稳定。如果是个男儿，这样做自然没错；如果是个将官，哪怕是楚灵，这样做自然也没错。但他楚昭是个女儿身，而且现如今已经当了长公主。难道安坐在皇城，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，对她来说还不够吗？还要御驾亲征杀敌大功，她与陛下一起登基，她与陛下一起上朝堂，时时刻刻都要站在朝官的面前。现如今她还要站在天下人面前，我看她根本就不安于现状，她这就是要喧宾夺主，她这样做就是在欺负我们家阿玉年纪小。这有什么好急恼的？他拼死守护的是阿宇的江山。他名义上也得叫我一声舅舅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不过九弟说的对，他确实很聪明，比我想象的还聪明。此次守卫望城，出城800人，但只回来500人。但望城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。这300牺牲的将士家里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，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，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。
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征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我以前也一心求死，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。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，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，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。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但不是你的错。阿周，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，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你不是总问我，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？这就是原因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所以，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只归你。也不想深愿低头，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胡生，战后神志受损，
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盲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你这医馆！烧了这医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，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哪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鱼跃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武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，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占路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万5千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学郑远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粮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了盲沟贱民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贱籍，分得田地。
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试验怎么能坐到总捕阙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
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症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在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
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些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原寺丞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。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打听到了吗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蹲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不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